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佛历8月下14，万象多云，25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6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2基普，涨幅 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4.32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2 基普，涨幅 0.0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288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上周五，老挝证券市场震荡下行，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收于 1312.21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22.20 点，跌幅为 1.66%。全天市场总成交量为142万4200股，总成交额达到25亿7851万8000基普。从盘面个股表现来看，市场整体呈现跌多涨少态势。萨万尼表现较好，上涨50基普，收于4350基普。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均微涨20基普，联合发展银行跌幅较深，大跌450基普，收于5800基普。老挝石油与曼哈腾各下跌10基普。中老证券微跌5基普。外贸银行、老挝水泥、万象中心录得交易，但价格持平。总体而言，受联合发展银行等多只个股走弱影响，上周五大盘承压下挫，市场观望情绪较浓。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45万2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95万4000基普，跌幅 2.0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是各家油站执行7月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54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947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出席2026年国家放鱼日活动。7月11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出席在万象市塔峦沼泽湖举行的国家放鱼日庆祝仪式。农林与环境部部长林康敦沙万表示，每年7月13日的放鱼日，恰逢苏发努冯主席诞辰，今年为29周年。2026年全国计划放流鱼类及水生动物超7200万尾。本次在塔峦湖现场放生了由多家水产中心赞助的爪哇金丝、黑巴、黄嗓鱼等100多万尾本土鱼苗，旨在增强公众保护意识，恢复生态平衡。2. 老挝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7月10日上午，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彭维汉在上合组织总部与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会晤，并签署关于赋予老挝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地位的谅解备忘录。老挝自2023年启动加入评估，并在2025年8月峰会上获批成为对话伙伴。通沙万彭维汉表示，上海精神与老挝外交政策高度契合，老挝愿与各方密切合作，推动经贸、投资、交通、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承诺将继续通过上合机制向老挝提供全方位支持。3. 万象市打掉3个网络诈骗窝点。7月7日，万象市纳赛通县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对辖区内3个网络诈骗窝点展开清查，共抓获35名涉案人员。在彭芒村和农窑村的出租屋中，警方共逮捕21名中国籍嫌疑人，查获手机98部、电脑3台、护照及身份证件多本，以及部分现金和饰品。在华南堰村一家客栈内，警方逮捕14名越南籍嫌疑人，扣押手机113部及台式电脑1套。目前35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审理中。4. 老挝向泰国移交42名网络赌博嫌疑人。7月10日，公安部经济警察局在老泰第一友谊大桥口岸将42名涉嫌从事非法网络赌博客服的泰籍犯罪嫌疑人移交泰方。老方经济警察局副局长坎派吞洛万恩扬与泰坊第4移民局副局长提亚查帕农西普马纳坤共同签署交接备忘录。该团伙于7月7日在万象市哈塞丰县塔纳村一窝点被查获。
现场缴获电脑主机22台、显示屏6台及手机104部。警方提醒公众远离各类线上赌博。5. 占巴塞省捣毁一跨国电诈窝点。根据群众举报，占巴塞省公安局治安局外事警察处联合巴尚查伦苏县警方及当地村当局于7月8日突击检查了位于怀彭村的一处木材加工厂，成功查获一网络犯罪窝点。行动共抓获80名外籍涉案人员，包括乌干达籍61人、肯尼亚籍12人、马来西亚籍6人及喀麦隆籍1人。现场扣押台式电脑80台、笔记本电脑3台、手机61部等作案工具。6. 色贡省拉曼县举行日本原住完全小学移交仪式。7月9日下午，色贡省拉曼县举行塔纽村完全小学移交仪式。色贡省省长坎蒂希拉翁沙、日本驻老挝大使田坂拓郎等出席。拉曼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本蓬翁法江表示，该项目由日本政府和人民无偿援助68311美元，建造了一座含3间教室的单层教学楼及双间卫生间，并配备全套家具。省长嘱咐当地妥善维护使用教学设施。7. 5省份启动放飞沃尔巴克氏体蚊子项目防治登革热。7月11日，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司与国际救助儿童会在澳大利亚政府及世界蚊子计划支持下，在万象市、乌多姆塞、朗勃拉邦、沙湾拿吉及占巴塞5省市启动沃尔巴克氏体蚊子放飞项目。该项目利用天然细菌抑制埃及伊蚊传播登革热病毒。此前项目已在197个村培训了336名志愿者，社区接受度超 88%。卫生部部长白康卡蒂亚表示，登革热仍严重威胁公众健康。2025至2026年中期，全国已报告1494例。该创新项目在多国效果显著，将为老挝登革热防控带来新希望。8. 万象市西科达崩县严打占道经营扣押6家华商设施。7月7日，万象市西科达崩县秩序整治小组联合乌蒙村行政当局，对东蒙大道三江市场入口区域展开专项执法。此次行动针对6家侵占道路保护区、摆放帐篷桌椅经营餐饮的华商。由于此前执法部门多次出具警示笔录并扣押物品后，涉事商户仍屡禁不止，顽固违规，整顿小组遂依法对违规帐篷及桌椅实施强制扣押且不予退还。警方警告，若再次发现违规占用道路行为，将依法从严追究责任。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